那我这边还是最后想补充一下，就是一些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事情，因为这个影片的录制，跟我们的零售高峰会的活动的现场大概是早3个礼拜左右吧，3个礼拜到4个礼拜左右，中间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事情，也发展了很多想法。方法论，我们现在找到的答案是，它其实不是要推动这些科技的使用，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做法就好，你必须要考虑它的这个复杂多个利害关系的结构，然后依照3个阶段来设计，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成效。第一个阶段是减轻负担，那其实很多时候服务人员是忙不过来的，你希望他提供好的服务，先让他有余裕，他能够有力气去微笑，那就要把他现在复杂的工作去除掉。像是重复性高的点餐、结账、菜单说明这些重复性高的预约的电话、外带的电话、外送订单进来重新 key 单到 POS 系统这些事情拿掉，减轻它的负担，导入科技来降低现场服务的负担。那但是不是把服务移除，不是说那我就都自助的科技，那这个你就赚不到那个生意了。不是自助不行，而是自助是服务自助需求的消费者。那你就会有一些客单价或付费意愿上面的落差。第二个事情是赋能，就是赋予它能力。当然，我们说我们希望它销售，那销售可能来自我们说桌边的销售，推餐点。那我们也可能来自于说推外带商品，年菜啦，然后这些冷冻包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你可以推餐券或是储值，都是可以推广的。那说老实话，桌边销售很尴尬。透过跟扫码点餐的整合，还有就是Pixel 的置入，就是让自动化再行销广告能够发生。所以还有就是扫码点餐跟推荐人制度绑定，就是每一个扫码点餐的单子一出来的时候，它就自动绑定是某一个店员的业绩了。那这个扫完这个码之后的消费者，后来他就会开始看到你指定看到的广告。那它接下来2到4周，你可以设定有效的期间，2到4周内进行的任何线上购买，包含当天现场的，都可以算在这个服务人员的业绩身上。那这件事情就会让服务人员跟他的互动，从刚刚讲的那个3个动作简化成是，你可以用扫码点餐登录会员就好，然后跟他讲有些商品哪些你可以考虑，所以他只要登录会员，那他就可以绑定这件事情，大幅简化这个过程，所以不一定需要 APP， 然后也不一定需要就是现场完成购买，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单纯。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动能完全不同，因为它就带到第3个要素，是要它创造动机，要 incentive。服务业是辛苦的行业，那服务业是一种选择，就是大家会在现在这样缺工的产业里面，大家投身服务业。我自己的观察是，能够长期投入在这个产业的人里面，是必须要从服务中得到成就感跟热忱，所以大家会继续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能够看到我的工作有成效，我服务的客人，我提供很好的服务，就后来那个客人真的加购了，然后公司也看到了这件事情，就是最直接的回馈。那第2个，我帮各位算一笔账。今天如果你透过第3方销售的平台，你可能本身那个餐点你要销售的话，就要提供大概20% 左右的折扣率，那再加上一个大概20% 的分润率，来给这个第3方的这个通路帮你带出。所以你透过那种平台销售的时候，3%到4%的，就是原价的这个折让空间或者的通路成本是合理的，就是在市场上面现在所谓的合理的意思，是指说市场交易上面可以成交的价钱，或者可以运作的价钱。但是如果你给就是你的店员做那餐券，那他一次卖出3张3000块的餐券，然后你给他10%的分润率，就只要10%就好，他每卖出1张就赚300块，非常有感，非常有感，只要10%，是巨大的差异。就算我再加上后面的数位广告好了，就是我再追加上说我们要用数位广告进行再行销，我们只要能够把就是它的报酬率，我们叫做 ROAS (Return on Advertising Spending)， 就是广告每一块的广告得到的带进来的营收销售，举例来说，如果维持在10倍，
在这个精准度的情况之下，精准度的意思是指说，为什么我们的广告精准度预期会更高？因为它是很准的针对已经有消费的人来投的，它不是什么潜在客户，没有，它是消费完这个客户的人。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到特定的看过特定页面或金额等等的方向，它更精准。那如果是10倍的时候，就是你每花1块钱的广告费会拿到10块钱的营收，所以它在你营收的占比大概就是10% 左右。那所以你的通路销售人员，然后你的就是广告费是另外的10%，然后再加上你给客人一个折扣5%到10%吧。记得客户这次购买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被你的服务通路所打动，所以你其实不用给到那么高的比率，有意思有到就好。甚至你可以给加送赠品的方式来让这一包能够被推动。他购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样买最划算，他购买的原因是因为他认同你的服务。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的成本率绝对是低于你用第三方通路来做，但你会得到的是更高频的熟客回购的频率，更有投入的服务人员，以及所有的消费者得到更高的体验，然后你的营业额会更高。那我们在零售高峰会的现场的时候，其实就发表了我们的9月 APP 的 Agentic Enterprise Solution Agent One。那 Agent One 应用在就是餐饮的解决方案里面的话，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它会变成你的行销总监 ，AI 行销总监，所以它可以帮你分析你的销售的情况，规划你平日的商业午餐、双人套餐应该怎么组合，然后最佳组合会是什么，然后甚至帮你完成设定，然后再连接你的自动化广告等等，让本来你要请一个了解数位行销的专人才能够做的事情，现在全部系统你只要透过叫你的 ChatGPT、叫你的 Gemini 来做，命令它就好。这是让人非常兴奋的进展。那也希望就是接下来能够赶快让更多的客户体验到这个产品能带来的好处。如果我现在是 iChef 的用户，那这个整合到底对我来讲得到的效益是什么？我们有简单的一个6个要点的整理，跟大家报告一下能做到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事情是你会得到一个3位一体的数位平台，所以你会拿到你的电商官网、你的会员 APP、你的 Line OA。那同时，你的电商官网还搭配了9月 APP 的 AI， 可以更高效的经营你的 AI SEO 的成效。这是最近很多老板在跟我们讨论的，说我的品牌怎么样更好的被 AI 采用。那这个我们在这一个系列节目的第一个说9 APP 推出了第2代 AI SEO 服务，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服务的机会，然后大幅的提高你的成效，但是都是自动化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是数位平台的3位一体，第二个事情是餐券的引擎哦。所以不用押金，自动核销、核发，然后金流跟发票都处理完。这个是我们前面一个节目就是9 APP 支付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一环，让你可以做这样的发行自己的餐券，那不论是商品券或是余额券都可以。然后第3个升级是推荐人的业绩，所以每个服务生自己会能够产生业绩，不论是卖餐点、现场餐点的推动，或者零售型商品，或是餐券。然后第4个是优惠券引擎，那所以可以依照9 APP 的全通路的这个体系，然后照消费者的旅程来自动发放，创造出最大的转换，带出这样转换的成效出来。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因为等于是把已经非常成熟的电商体系，你找客户的不同生命周期自动触发多通路，也就是不论是它可以自动判断你要 APP 推播、简讯、email 还是 Line OA 推播。全自动的 AI 判定经营它的生命价值，然后自动来做优惠券的，我们叫引擎，它可以持续的推动你的会员经济的运作。然后第5个是自动化再行销，就是我们说买一再扫码点餐里面的整合，所以离开店之后能够自动追投广告，然后是伴手礼还有餐券的推广管道，然后再搭配上刚刚谈到的推荐人的机制，运作起来就会更强力。然后跟第6个就是你的行销总监的 Agent One。那能够理解你的销售，协助你快速生成行销素材，并规划还有部署全通路的行销。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直播分享的内容。我不认为说，所有使用这样的科技的老板都会能力提供一样的服务体验，这不是事实。服务体验其实是来自于经营者本身对于服务的想象，还有品味，然后跟执行的能力在一起的。我们认为这样的科技会对于愿意投入在服务上面的老板，你们会得到报酬。
有没有看到你们的生意？你看你相信的信仰、服务的原则、想要做的体验，对你的生意真的带来帮助，然后让你的伙伴也能够有成就感，进而让好的服务成为一门更好的生意。